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来到鬼影实录。今天第一则灵异故事的经历者专门告诉咱们编辑，不让透露个人信息，所以咱这里就用网友两个字来代替。今天讲述灵异故事中的夺舍者，不仅给大家有对话，还赖着不走，听起来很诡异。那么接下来进入事件的正题。这件事发生在网友上初一、初二的时候，13、14岁。有一天，他母亲去了外婆家，回来时是母亲、姨妈和舅妈3个人一块儿进的屋。网友跑去开门，舅妈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一进门，舅妈就笑眯眯的，伸手摸了摸网友的头，还说：“好家伙，都长这么大了。”网友心里直犯嘀咕：前2天不是刚见过舅妈吗？怎么这么说呢？就好像多年没见似的。他觉得有点怪，但小孩贪玩也没多想，随口说了句舅妈好，就关门玩自己的去了。几位长辈在屋里聊天，聊了大概半个钟头。舅妈突然说：“我怎么这么困呀？不行，得睡一会儿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”姨妈问：“是不是晕车了？下车时看你脸色就不对，嘴唇也发白。”舅妈摆摆手说：“没事没事，躺一下就好了。”说完就进了里屋，躺下就睡着了。母亲和姨妈关好门，在屋外接着说话。舅妈下午3点多睡的，到了5、6点，外屋听见她在里屋又说又笑，声音还挺大。因为就是以前的房子嘛，它那个门的隔音也不是太好，所以他们在这儿聊天的时候，听到了舅妈一个人在屋里又说又笑的。母亲还说：“舅妈这是做什么美梦呢？这么高兴。”可过了一会儿，舅妈还在那儿絮絮叨叨说个没完，听不清说什么，口音也不像本地人，而且越说越激动，语气特别生气。母亲和姨妈觉得不对劲儿，推门进去看，只见舅妈根本就没睡，坐在炕上，脸冲着门，眼睛直勾勾的，一点神都没有，脸色惨白，面无表情，嘴里不停说着话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。看见母亲和姨妈进来，他指着他们说：“你们是谁？出去，我还要睡觉呢。”就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们一样。这时候，网友的父亲下班回来了，看见母亲和姨妈站在卧室门口，一脸惊讶。母亲说：“舅妈好像不认识我们了。”父亲走过去问舅妈：“你看看我是谁，还认得我吗？”舅妈瞪了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一个大男人进我屋干嘛？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”连骂带赶，差点下炕去推人。父亲说：“舅妈身体弱，怕是惹上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因为以前嘛，以前的这个长辈都对这些事儿应该也是见怪不怪，见怪不怪啊，所以直接就想到这种情况。后来他父亲说：“你们看着他，我去村东头，张大爷家，让张大爷过来。”张大爷是本村的邻居，60多岁，以前家里兄弟多，自己出去了10几年，再回来村里时，据说是做道士去了，这10几年懂这些事儿。没一会儿，父亲就把张大爷请来了。路上，网友爸爸也把情况给张大爷简单说了一下。张大爷进屋看了看妈，看了看舅妈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家住哪儿？从哪儿来的？在这儿干什么？”舅妈说话颠三倒四，答非所问，嘴里一直絮絮叨叨，说的都是些陈年旧事儿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张大爷说：“确实是有东西附在他身上，但这东西神志不清，是个疯子，问不明白，只能动手了。”他低头看见舅妈的鞋在床边，捡起来，轻轻的在他背上拍了2下，说：“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就要打你了。”舅妈好像很害怕，一边往床里躲，一边说：“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”可光说不动。张大爷停下动作，等他走。谁知舅妈顺势躺下，说：“我先睡会儿再走，太累了。”张大爷一看这阵仗啊，这是要耍赖啊，还赖着不走。第一次见这种上身以后还不走，他就让母亲去厨房拿把菜刀，
张大爷握着刀对舅妈说：走不走？再不走我可要砍人了啊！我要砍你了！舅妈又害怕的往床里跟那个床角缩拉一下嘛，嘟囔着：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可还是不动。张大爷说：今天碰上滚刀肉了，不动真的不行。他让母亲找一根大号缝衣针和一段红线，一手拿针，一手拿线，对舅妈说：走不走？再耍赖不走，我可真要扎你了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这时候舅妈显得很害怕，哆哆嗦嗦的说：行行行行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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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说2句又躺下了。我就是太困还想睡好了肯定走。张大爷一看这还了得，耍我玩呢。他也来了气，给母亲和姨妈使个眼色，说：你们俩按住他，今天不下狠手，他不知道厉害。母亲和姨妈上前按住舅妈。随着平时瘦小的舅妈这是力大无穷，手一扬，姨妈差点摔个跟头，2个女人根本就按不住。这时候在旁边看的父亲一看不行，这个也冲上去，啥也不说了，也冲上去。3个人好不容易才把舅妈给按住。张大爷过去控制住舅妈一只手，直接就是把这个手给他拉住，掰开中指，用红线捆上，照中指的指肚上一针扎下去。说到这儿哈，我相信咱们以前看过我之前发的视频上那个乌龟上身，那个也是村里边的村医嘛，他懂一点这种中医上的，这算是中医的一个范畴。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就会把中指给掐住。上次那个中医他没有拿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，也没找缝衣针，也没找红线，反正就是掐住他的这个中指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上一集里面那个乌龟就走了。这次这个张大爷他是有道具的，就拿着这个缝衣针、红线，直接就开始扎，照中指指肚上一针扎下去。舅妈居然毫无反应，不喊疼，也不挣扎。扎下去后，一点点往外挤血，流出来的是黑紫红色的血，滴了几滴，就是那种黑色的，颜色很深。这时候舅妈不再挣扎了，安静下来，昏倒在床上。隔了不到也没多久，好像网友说，反正就是应该不会太长，不会超过10秒钟的时间。整个就他们这个村里边，特别是他这个街道，它是一个巷子嘛，咱们网友专门交代了，他这个巷子头有2家养狗的啊，这个狗突然就乱叫起来，就能感觉到好像是有陌生人从他家出来，通过他这个巷子走出去了。这个狗突然就乱叫起来，就乱作一团。我相信就是在村里边有个这个住宿的网友应该有这样的经验。有时候村里边的话，那些狗叫的话，一只狗叫，它会就是整个那条街上的狗都会乱叫。它这种情况就是这样，好像一大群狗都在叫。这种现象平时是没有过这种情况，狗叫的这么狂。估计是那个东西啊，它走了啊。这时候张大爷见舅妈安静下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，用红笔画了一道符，烧成灰后，让母亲给舅妈灌下去。过了3-5分钟，舅妈慢慢清醒过来，神情、语气、状态都恢复正常，稳定下来了。然后这个网友就问舅妈：刚才怎么了？你还记得吗？舅妈就说：怎么了？我就记得我想睡觉，进屋躺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他下意识的还摸了摸中指，说：诶，我这手指怎么流血了？看来刚才发生的一切他是完全不清楚的，也不记得。甚至他和网友进门的时候问网友：哎，咦，长这么大了，他都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他都不知道问这句话。
张大爷看出这个舅妈身体比较弱，属于敏感体质，嘱咐他，像你这种状态啊，以后家里上坟呀或扫墓呀，会有白事儿，尽量不要参与。偏远的地方就是不好的地方，尽量别去。以后得多注意，因为很多人就是人和人体质不一样，你能量弱，你沾上这些东西，你身体损伤是很大的，一定得小心。包括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哈，就是包括咱们网友，如果说你身体平时就比较弱，就像特别是女士啊，有时候去上坟啊什么去这些山里偏远的地方，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最好不要去啊，去的话人多一点，多找几个男士在旁边，这样的话安全一点。因为这种东西它有时候它不是说是个人他都能容易上去啊，他就是找那些身体弱的，一般都是女性为多，男人的比较少。像咱上一次说到那个他的舅舅，那个网友的舅舅，那也是很少的，就是像这种事件在男性里面是很少的。这就是网友初中时亲眼所见，舅妈身上发生的一件奇事儿。很多人其实命运不同，有的人确实比较敏感，容易沾上这些东西，平时必须得注意。听完舅妈的故事，咱们再讲一个和柳仙有关的经历。柳仙，所谓柳仙就是和蛇有关系的。那接下来咱们讲这件事儿。这件事儿发生在2005年左右，是另一位网友真实经历啊。今天在这里的话，咱们也不提这个网友的名字和他所处的这个地域了啊。有一天晚上，咱这个网友的二姨和二姨夫去玉米地浇水啊，浇完水回家不久，他二姨突然就不能说话了，只会张着嘴一叹一叹的这样去吐舌头，张着嘴，还发出那种嘻嘻的声音啊。然后他二姨夫一开始还骂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装什么疯卖什么傻呀？因为老两口嘛，有时候说就说了，骂又骂了，然后开始这样说，别抽风似的，好好说话。可是他二姨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眼神发直，面无表情，就坐那儿吐舌头。二姨夫这个时候才觉得不对劲儿啊，可能不是闹着玩的，感觉到这个可不像装的呀。他赶紧去找嫂子过来，想找着多个人帮忙嘛，送医院看看。嫂子来了以后一看，觉得不像一般的病，估计是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啊。他就说先别着急去医院，这情况搁医院未必能治。明天一早你去邻群找那个叫黑蛋的师傅，他专门看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。那个黑蛋也是隔壁村的，也不远。二姨夫听了劝，觉得有道理，就这样，他就是保持那个状态整整一晚上。二姨夫也是忐忑不安。他二姨，你给他沟通的时候就是呆呆的。天刚蒙蒙亮，二姨夫就带着二姨去了黑蛋家。这黑蛋师傅啊，到他家以后一看也没多说，先点了把香，插进香炉，进行一种叫生香的仪式。据他们说，这种仪式是看烟的颜色是白是黑，香灰往哪个方向落，就是所谓看香嘛。这里面都有讲究，具体只有师傅才懂。相信我们看我视频的一些朋友也懂，就是看香。看完香之后，黑蛋对二姨夫说：“这位大姐是冲撞了柳家，就是蛇仙。你们昨天在外面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儿？”二姨夫这个时候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我们昨天就是浇地去了，就是我们家玉米地要浇了嘛，别的也没啥呀。要说特别的话，就是我媳妇在玉米地半坡的时候，半坡解了个手，解手就是上个厕所嘛，在那个地里面也没什么专门的厕所啊。”黑蛋一听，那就对了。你们解手的那个地方正好有2条蛇在修炼，你这泡尿把人家给冲撞了，他们不高兴来找你们了。你看你媳妇那样吐舌头，不就是像蛇吐信子吗？这事儿这是浮上身了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没伤性命，就是生气了。你回去
你按我说的做啊，你回去发点面，里面多放点碱，让面发的黑黄的，然后把面捏成蛇的形状，一头沾2颗黑豆当眼睛，蒸熟之后拿到那个十字路口送出去，好好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能了了，应该也不是太大的事儿。二姨夫听了半信半疑，但也没别的办法，就老老实实这样去照做了。结果当天晚上，他二姨的就不吐舌头了，躺下就睡着了，估计也是熬得太累了，因为前天晚上一直吐那个舌头嘛，吐信子嘛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就能吃能喝，恢复过来了。二姨夫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这2天是怎么了，他完全不知道，只说觉得特别累。经过这件事，原本不信这些的二姨夫也变得对什么都抱有敬畏之心了。晚上再去地里干活的事儿，他也尽量避免了，晚上尽量不去，一般都是白天去干完，晚上再急也不出门了。这算是吃一崽长一智吧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2个小故事都挺有意思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是凡夫俗子，心里要有敬畏，多做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想听最真实的灵异故事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